于天成，你别跟我装糊涂。你要是真想退休，就凭江源几句话你就不退了。你是什么人，我还不清楚。50%的利润，你就敢铤而走险？100%的利润，你就敢践踏一切法律？现在有了这个铜镍矿，我看你啊，就敢杀人放火。可是我要提醒你，现在不是10多年前了。党纪国法不容践踏。你要是再玩你们那一套，我相信你会连老本都赔进去。你还想再把我们家卷进去一次啊？我出事了！我出事了，妈！我开车撞死人，怎么办啊？你个混账东西！你哪来的车？啊！爸，谁让你开的？喂，我于天成。你儿子把人撞死了，醉酒、无照，再加上撞死人，江书记，这至少也应该是7年吧。我们现在在平南大道，你赶快过来吧。我还没有报警，你现在过来，江书记，人可以算是我撞死的。于天成，没想到你动了这么多脑筋，最后动到江远头上了。想过这么做的后果吗？怎么，江书记，你就不想想你儿子的后果了？啊？你们过来就都明白了。江书记，经过调查，肇事车辆的司机不是江远，您可以先带他走，后续需要配合我们再做个笔录。去，班长。老书记啊，什么新能源，哪是我这把老骨头能弄明白的？小远有知识，有雄心，想干一番事业，我真的只是陪着。还有万海的那个案子，你就是让我绞尽脑汁，我也想不出这种点子的。我的儿子我了解，要是没有你在背后煽风点火，他能这么干吗？他是让你给利用了。好吧，于总，你到底要我怎么干，才肯放过江远，放过我们家？老书记，谁放过谁呀？那座矿山本来就是我的，事情发展到今天，我们都收不了手。我和我的学生，包括你，早就被裹进去了，而且是被你们家江远给裹进去的，不是吗？实话跟你说吧，
江远在3年前就开始布这个局了。你那个儿子，你真的了解他吗？那，咱不能在半山腰待着吧？走吧，继续上山，啊！江书记，你可是真够狠的，就这样把我赶出东平了吗？你可以不接受啊，但是你要搞清楚啊，这件事情只有我能帮你，否则你就是杀人犯。监狱和离开东平，你选吧。我可以接受，但是你必须再帮我一个忙。别得寸进尺啊！开江那人叫王大有，我把他当儿子，你必须帮我把他捞出来，这样我马上就离开东平。到底在吵啥呢？还是望海案吗？会翻案吗？你说他们到底查哪儿了？能查到我吗？望海是王玉搞的，跟你有啥关系啊？你想想啊，你给过王玉1分钱吗？没有吧？所以你放心，查不到你的。查不到我，查得到你吗？龙哥，你还记得你第一次找我来，跟我聊万海这件事情的时候吗？老板，程律到了。陈总，我能信任你吗？陈总如果不信任我，就不会这么问。我想把一个人，或者一家公司彻底打垮，你能帮我吗？什么人？什么公司？不可以有任何隐瞒。规模不比我小啊，甚至比我还大，实力比我还强，但我一定要把它办到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周。我用了不到1周的时间，我就把万海的体系都查清了，并且还查到了你不愿意告诉我的，你跟万海之间的过节。王玉，原物资集散中心的老板，我可以将他做成是在被万海的威逼利诱之下被迫出售集散中心。在这个案子中存在着非法拘禁、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任何一项罪名都可以打败万海，更何况数罪并罚呢？人证我也物色好了，在下一页。陈有才，
这几年他的公司年年亏损，经济十分紧张，拿下他很容易。陈总，这就是我的方案，按我说的做就行。赵律师，告诉我，你想要什么？陈总说的是真的吗？张律师，我希望你能诚实的告诉我，你想要什么。陈总，你的故事我听过很多遍，我的故事，你想听听吗？我呀，就是个农村的孩子，从小我就知道读书是我唯一的出路，所以我就一直发愤图强，刻苦学习，考上了大学，进了检察院，当了一名检察官。我以为这样我的命运就会改变了，但是我错了。我发现我根本不适合这份工作。我不想要一份一眼就看到头的工作，然后平淡的过完一生。忽然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想要什么。我想要出人头地，想要荣华富贵，想要改变命运。所以我辞掉工作，来到了东平，遇到了你，龙哥。你是我的伯乐，是我的贵人。跟你这段时间，我无比的相信我跟对人了。我今天把话撂着，他们查不到你的，但他们很有可能会查到我。即便他们查到了我也会尽全力保证你的安全。子健，回去的那份合同，天龙集团的股权比例，随便填。都说世间万物都有自己的规律，但我偏偏不是一个喜欢循规蹈矩的人。我觉得只有打破规律，活得才有意义。所以龙哥，咱们必须把这个命掌握在自己的手。说白了嘛，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喂，亲爱的小姨，你怎么上班时间有空给我打电话呀？我跟你说个正事儿啊，那个江源你还记得吗？江敏他弟弟，老书记儿子，我让他找你去啊。他不是在国外吗？回来了，这不要创业吗？他公司的资质啊，我看了各方面还都不错，你呢能帮就帮。对他那个公司的名字，我看一下，是原力新能源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记下来了吧？新能源，他也要做新能源啊？对呀，说是要依托咱们东平的铜镍资源，要做新能源汽车。他的工厂用地规划也都批下来了，正好就在你们开发区的洪家村，所以我让他找你。洪家村，规划已经批下来了。小姨，你确定吗？确定，我都看见那预审通过文件了。洪家村地块的土地使用权，我们已经申请提交了。如果您要是有空的话，您就帮我们催一催，
因为之后我们是要在那儿建电池厂的。喂，喂，啊，我听着呢。你那能支持就支持，原则是不违反规定和纪律的情况下啊。哦，好的，我知道了。我后面还有个会，我先挂了啊。大娘，大娘，你是？我呀，小远儿，江远儿。哦，我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小远儿，哎，你不是在国外的吗？我回来了，我专门来看你们的。啊？哦，我大爷呢？哦，在屋呢。啊，在屋呢。老头子啊，快！大爷，你看谁来了？哟，快！这是，哎呀，小亮的小舅子啊。哦，江远儿，哎呦，好久没见，好久不见，刚从国外回来。来啊，走，我们走的。哦，家里来贵宾了，这阵仗真大呀，真气派，一看就是贵宾。江远儿，小亮的小舅子。哎呦，江总，幸会，仪表堂堂啊！哎，老杜，搬个东西磨磨唧唧的，帮着搬东西，你自己来就行了。你还又送礼干嘛的？来，太客气了，记录美好生活。也行了。哎，进屋。这会儿啊，哎，把这些东西啊给乡亲们分一分。哦，好。远儿，哎，你们进屋啊，好的，嗯。哎呀，先别拍了，你也够了。好，你看，哎，他们都说好吃，我特意给您带的，说对老人好。怎么样？这次打算在这儿待多久啊？这次呀，我可能就不回去了，而且呀，咱们呢可能会经常见面。哦，什么意思啊？其实我这次回来吧，是有个项目，关于新能源的。咱们村不是有块地批成工业用地了吗？这块地啊，我们准备把它给拿下。啊？闹了半天，增地的事儿跟你们公司有关？对呀，我跟您说啊，这事儿要是成了啊，咱们村的那经济那就是蹭往上涨，还能解决很多就业问题呢。要不早说呀，早知道的话，你知道吗？啊，那个村委会啊，3番5次让我去征求意见，我都没去。是吗？要知道你跟咱们这个征用有关系，我是一定要到场支持。哎呦，有您这句话就够了。我跟您说实话吧，哎，我这次来呀，其实呢是有点事儿，想求您帮忙。你尽管说。是这样，这块地呀，确实是批给我们了。但是我想啊，咱们村这么多人，然后这事儿其实我们介入的有那么点晚，肯定会有些不同的声音的。我觉得呢，有什么事嘛，大家就坐下来谈谈嘛。你是说这件事啊？江远，你想回来发展，想大展身手，这些都可以，但是不可以打着我的旗号，更不可以在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人家会怎么看你，又怎么看我？领导，这事我得反驳您一下，我从来就没打过您的旗号啊，这事我都没求过您，对吧？我在东平创业，纯粹就是靠我自己的本事。那现在是公平竞争的时代，那东平现在有资源，有规划，东平要发展，我也要发展的，这有什么问题吗？别的地方都可以，就是东平不行。你给我离开东平。不是为什么呀？只有东平才行啊！东平有铜业，其他地方没有。而且我都规划了3年了，您现在上我说离开就离开，我怎么离开啊？我3年了啊！3年前你不是还在国外读书呢吗？领导，这事儿我得跟您捋一捋啊。是这么回事儿，咱们东平发现的这个铜业矿呢，其实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你说哪个矿？就是雨天城之前那个矿。
你要的矿批下来了，去办手续吧。感谢江书记，太谢谢了。记着啊，我们之间两清了。江书记，我知道你在心里怪我，但是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呢，我心里也很难过的。于天成，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打什么算盘。我没想到的是，你竟然对我儿子下手。江书记，我是完全感同身受的。你儿子小远现在是出国了，可是我的学生不，应该也是我的孩子。他现在还在监狱里蹲着呢。这件事情会跟他一辈子的，他的人生谁来替他负责呢？走吧。你说，3年前你们就已经开始？啊，不是，其实是13年前。13年前，万海抢了于天成的矿，然后3年前，于天成想把矿拿回来，因为矿里有铜镍。那现在正好，那万海他是个黑社会啊，那黑社会我们就可以顺理成章的把那矿……哎，你想干什么？黑社会？万海是黑社会，还是于天成是黑社会？你知不知道于天成是个什么样的人？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不是他怎么了？您多久没见过于天成了？您知道他现在什么样子吗？于天成他的公司都上市了，在香港上市了。我现在跟他合作是因为我能利用他呀，他有资本，我有能力，对吗？那万海有什么？他就是个山炮，这事儿他干不了。只有于天成，只有我能干。万海他现在是个黑社会，他13年前也是。谁说13年前万海就是黑社会啊？啊？谁又说13年前于天成的不是黑社会啊？我告诉你，不可以。万海必须是黑社会，他要不是黑社会，我跟于天成就拿不了这个矿，我拿不了这个矿，这3年我就白干了。爸，我没有退路。你们愿意待就在这待着吧，我就一句话，这事儿没完。江书记，我知道你们两家有一些误会，矿山之间有争斗，这个常见。可是你们闹到了持枪杀人，这个事情性质恶劣，必须要依法严肃处理。考虑到你们两家都是市里的支柱企业啊，政府也要保护企业的发展，冤家宜解不宜结嘛。我今天来的目的啊，就是争取把这个结给解了。这样啊，于总。你的大成矿业无偿转让给万总，还有，你离开东平，另谋发展。万总，这件事情到此为止，不再追究。我的时间有限，有什么想法说。那
就这么定了。同志们，在前一段的工作中，我们发现我省东平市办理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冤错嫌疑，一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尤其是执法司法人员，存在疑似充当黑恶势力保护伞与黑恶势力沆瀣一气的问题线索。经检察机关初步调查核实，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定性存疑、证据不清等问题。案件办理期间，出现了检察官死亡、工人失踪、掩盖矿山事故原因等事件，存在严重的刑事犯罪、执法司法人员职务犯罪、国家工作人员贪腐渎职等犯罪嫌疑。这样影响恶劣的犯罪案件，全国罕见，必须彻查、根除。经请示省委同意，自今日起成立专案组，对相关犯罪线索正式展开调查。经上级研究决定，正式成立519专案组。专案组将由海东省扫黑办督办，海东省检察院指挥协调，海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海东省公安厅配合。办案组从省检察院、江南市公安局各抽调部分干警组成，以专案组的形式联合办案。今天，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刑侦支队宋彦川支队长带领江南市公安局的同志们前来出席会议。我代表省检察院向参战的同志们表示热烈欢迎。在此，我宣布，519专案组由省检察院专委、第11检察部主任孙向群同志任组长，负责专案工作中的指挥协调；省院第1检察部主任郑亚平同志，第11检察部主办检察官，也是3级高级检察官洪亮同志，以及江南市公安局副局长宋彦川同志任副组长，负责一线的指挥。专案组要尽快查清全部的案件事实，收集固定相关证据，坚决彻底把违法犯罪人员一网打尽。检察院的同志们要注重依法查处司法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现在，我通报省纪委监委的决定，对于办案中发现的国家工作人员的贪贿、渎职犯罪线索，交由专案组一并查处。公安的同志们，除了要发挥侦破案件的特长之外，还要重点打击相关的刑事犯罪行为。总而言之，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同志们要不负重托，鼓足干劲，战必胜，攻必克，一举拿下这场攻坚战。祝同志们出师告捷，早日凯旋。你好，郑组长。老曹、小罗辛苦了啊！亚兵组长。这位是江南市院1部主任王春祥同志。你好。这2位是我们省院下来打勤战的，都是11部的同志。这也是我们江南市院经常用的一个点儿啊，是离东平最近。办公室还有回推都在2楼。不用，怎么了？你怎么脸色不太好，不舒服？哪有晕车？公安的同事现在还没到，所以现在都是我们检察院的同事在布置。这个发案基地啊，已经收拾差不多了。我带你们大伙儿看一看。这个地方啊，是我们的综合会议室。将来我们两边开会啊，就在这儿。那边是公安同事，他们人还没到。这边呢，就是咱们办公室。平时啊，我们内部要是开个小会啊什么的，就会在这儿。我们终于把大伙儿给盼来了。对了，这边呢还有2间办公室。郑主任，这是你们1部办公室。
这边是我们11部的办公室。哟，这房间够大的呀！洪亮，怪不得你们11部过来打前站呢哈，感情是为了占这么好的房间是吧？把自己安排挺好啊你。晚饭我不吃了。我先带各位去看一看审讯的地方。你们是？我们是检察院的，现在依法对江红军家进行搜查。是我们家老江出什么事儿了吗？谢谢。所有地方不要有遗漏，检查仔细，快。曹老师，怎么样？什么都没发现？没有。没发现。说对吧？不好意思打扰了。请问隔壁谁住啊？隔壁谁住？我在问你。隔壁是老江弟弟的房子，不过他人在国外，这房子一直没人住的。打开。小张，哎，江红军，正科级哈，你现在一个月基础工资是5000出点头，那上个月呢加上乱七八糟的实领是6742。按你自述，孩子上学，老婆无业，好像你家也没有其他产业，也没有房产在租，所以全家就指着你的工资。那你们家有没有额外收入？财产问题，我经得住查。没有额外收入，没有。所以有没有额外财产？没有。没有额外收入，也没有额外财产。对。那么说，323万现金以及28块金条是从哪儿来的？
拼了！我弟弟，他在国外做生意，那治安不好，他挣的钱放到国内，那些钱都是在他家的，在我弟弟家。我刚才哪句话说是从你弟弟家发现？陈正龙，哟，陈正龙，王主任，什么事儿电话里不能说，非得来一趟。今天万海见来的兄弟暴跳如雷啊，是不是你们逼他？然后他问我怎么申诉，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我告诉你，如果真的有那一天，你们谁都别想活。我来呢，就是想提醒你一下，这事儿该怎么办呀？琢磨琢磨。哎，琢磨琢磨。我之前让你办的那件事儿，办好了。美金账户，新护照。嗨，还挺像样。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呗。王主任，这事儿呢，还得麻烦您盯紧点儿，您多费心吧。盯。哎呀，是盯着。但是你们呢，也别把他逼得太狠了。就那矿糟蹋成什么样了，还觉得不够啊？差不多就行了。别以为什么事儿我们都能替你铲平。当年那事儿能办成，那也是靠上面那位。要不你以为谁愿意冒着险接你们这种破事儿？那是他们一两个人能解决得了的吗？陈胜龙，我问你，现在上头那位还罩着你吗？啊？所以啊，搞清楚，没完没了的，见好就收吧。出了事儿，谁都跑不了。你什么意思啊？你跟谁俩？你会好好说话吗？怎么了？你的小命都是我救的。王大勇，为什么今天改名叫熊磊？心里没数啊？我从王大勇变熊磊，让你白干了，钱你少拿了，卖你面子了。我跟你说哈，怎么的？我见着你我都不愿搭理你，没完没了的事儿。给你个机会，来，现在咋的？来这儿来！我告诉你，别以为给你个身份证，你就把自己当人了，没我早死了，知道吗？我发电厂缺垃圾了，你想发电呢？你想死？各位看一下啊，今天是我们专案组成立以来第一次实施抓捕。我们首先请洪组长给我们大家介绍。那我先向各位介绍一下基本情况。经过这几天我跟几位同事的摸排，我们发现目标人物基本的行动还是很规律的，尤其是工作人，他会在每天早上7点10分到7点15分这个区间。会出门送孩子上学，他们家到学校大概需要20分钟时间。由于学校门口不让停车，他通常会把车辆停在学校斜对面的马路边上，然后走路送孩子上学。大概5分钟之后会返回车辆，然后开车去单位。那接下来我向大家宣布一下，由洪组长和法警队胡志南队长共同制定的抓捕方案。首先，我和小张去目标人物家的地下车库进行蹲守。只要目标人物一离开，我们会立刻上楼。咱们法警队胡志安队长会带一队人，会在学校门口进行布控，择机实施抓捕。现场由我指挥，我对讲机是1号，那劳烦各位调到11频。
这些忙的一直没时间问你，那个房子退了吗？长大想学什么呀？学法律，当检察官。任俊呀，哎，你儿子说长大要学法律，当检察官啊啊！对的，咱不能学那个啊！你看你爸回到家了，还满脑门子官司呢。跟姑姑学，当记者。来，心事重重的，有事儿？哎，也没啥事儿，就是这两天有点懵，老想起刚进市院的时候，那时候吧，就立下志向要当检察长。10几年过去了，这愿望终于实现了，心里反而空落落的。太紧张了，过一阵就好了。小姨，开饭了。好，来，请入座。来，上座。一坐在这长10岁。孩子呢？谁让您是家长呢？其实咱一家人在一块吃个饭就行，也不用搞这些名头。那怎么行？你现在都升为李检察长了，你又不能出去跟那些同事们聚餐，咱自己在家还不能好好庆祝了。这生活需要仪式感，懂不懂？是不是，检察长夫人？你少来。不过咱们一家人确实好久没聚了。小姨，您发个言，咱们就让我发言。他老说我官话套话是吧？我今天是来蹭饭的。那个任俊，你说2句吧。大都西山的房子，你为什么不退啊？李仁俊，你啥意思啊你没完了是吧？我不是跟你说过吗？咱又不是没给钱，你怕什么呀？你们开发区主管着天龙集团，我又刚刚升职，就不能用这么低的折扣拿人家房子？你才转正几天呀，你就跟我耍官腔是吧？子健，你说这个价格是单独给我的吗？当然不是啊，嫂子。安书记，哥，这就是一个降价处理的尾盘，谁买都是这个价格。你听见了没有？别人买也是一样的，凭什么不能是我？别人都能买，就咱们不能买，凭什么呀？任俊说的对，谁都可以买，你不能买。小姨，哎，咱吃饭嘛，这不是让你说2句，你说什么不好说这个？你又不懂，你别插嘴。什么我不懂啊？气氛都给你搞坏了。来，我们喝一杯。那个嫂子不生气啊，嫂子。来，哥。怎么回事？这烦人。喂。来多少人？来了30人。矿井里面什么情况？现在是灌楼调查。还有多少人？现在了解情况是15人。你们救护车来了多少？目前来了5辆，不够，再这样，跑得出去。慌张了，现在正在帮着处理，去帮忙跑。哎，绳索人顺着绳索能下去的，绳索也下不去。怎么回事？这个矿，任俊疯了吗？偷着去。哎，王书记来。王书记，王书记，现场在哪里？在上面。现场伤亡情况怎么样？报告书记，万川矿业第18号矿井的生姜灌龙年久失修，刹车失灵导致坠落，现在15个人在底下，伤亡情况不是很清楚，但是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展开救援了。明白。肇事已经修好了，灌龙已经拉上来了。那矿井呢？有没有安全风险？我们已经查过了，除了生姜灌龙，其他地方都安全。法定代表人呢？法定代表人正在寻找，赶紧找到之后，好，马上控制起来。好的，要不惜一切代价把人救出来。
疏散出快速救援通道，小心！事故发生后，市委紧急召开常委会。今天把大家召集来，就是要传达常委会的精神，对下一步的工作做出安排。刘运同志，你介绍一下目前的伤亡情况。7名受伤矿工已经脱离危险，6名重伤矿工仍在抢救，有2名矿工在救出时已失去生命体征。事故处置。核心是伤病员，后期医疗工作这一块，刘运同志，你一定要盯好。好。燕武同志，事故原因确定了吗？根据调查，初步判断是这个矿井的升降灌笼牵引系统出现老化，存在安全隐患，导致载人升降梯从小到大，你都没伤我，你当着他的面伤我。你是在扇你自己的脸吗？听好了，从现在开始，什么都不能碰，矿不能碰，地更不能碰，一切由我来决定，知道吗？要是我特想问问你，我要是没这么一出，是不是我们干完所有的活儿，您就一脚把我给踢开了？你疯了你！一个个全洗白了。就我们黑人，给你们干黑活。老师，是不是在你心里面，我一直就是一个洗煤的呀？回来了，没吃饭怎么办？先洗洗手，我去煮面。好了，沙发上等着，一会儿就好了。你说我怎么这么倒霉？3年了，终于等到万海案宣判了，我眼见万家这个矿的问题就能解决了，偏偏这个节骨眼出事，这矿难一出，这谁还敢接呀？等过段时间再好好聊聊呗。估计没戏。也是，能接这个的，公司肯定都得有实力。哎，现在是哪家公司在聊？天龙集团。天龙集团，就是子健他们老板，你也见过呀。可惜了。哎，你们跟天龙集团是什么时候开始聊的呀？有兴趣啊，我当然感兴趣啊！只要刘主任和开发区管委会的领导能支持我们，我们可以做任何贡献。你那个万海案开庭以后，有一次我们见到了，聊起来了，他还挺感兴趣的，挺想接的。
合作我不敢，要么就全卖了。我就这个小小要求，我只有全盘收购，我才能全情投入啊。你怎么了？你这个面挺好吃的，可我真有点吃不下。我方便问一下，从事什么职业的？会计。因为啥呀？当年有人来财务室抢钱吧？结果呢？人抓着了没？没几天就抓着，主犯死刑，立即执行。我爸走的时候，我还小，那年我12岁。那得是10多年前，哪一年啊？那是13年前。小杨，我方便问一下，说你爸那个时候生前是在哪个单位财务室？万川矿业，就是万海的那个矿。明白了，你爸是13年前万川矿业131枪击案被跳弹击伤，最后不幸逝世的那个杨会计。对。所以老乔到你家是来看你爸来了。还是他来问这个案，这个案子是铁案呐。乔振兴主任在这儿，他还跟你说啥了？那天，他就上了一炷香。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杀害你的凶手，我们搞错了。乔主任，乔主任，你把话说全了。办错了，办错了。后来他专门给我打了个电话，让我不要把这件事情告诉任何人，尤其是秦风。他说他还会来找我的，后来就死了。行了，谢谢四姐。你点一下。来，这里还需要您先跟走。老杨，晚上喝点，我请。哟，我今天可不行啊！今天这矿工下矿下的晚，这会儿还得洗澡呢，我等着2发工资呢。那等会儿你不就完了吗？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犯罪嫌疑人孙一虎和王大勇都是无业游民。13年前的1月31日晚，孙一虎伙同王大勇到万川矿业财务室进行抢劫，当场造成2人死亡，1人重伤，后因抢救无效死亡。本院认为，上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被告人供认不讳，其罪行严重危害社会治安，破坏社会秩序，判处孙一虎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孙一虎，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签字。已对犯罪嫌疑人验明正身，带走。对不起，当年的案子办错了。孙一虎可能不是主犯。姓龚，他咋不姓母啊？自己的爹妈都不认。你去问他是不是姓孙？你爸的命啊，就这样。他胆儿小，杀鸡都不敢，开枪杀人的肯定是王大勇。你爸就是被他们逼着顶的罪。说警情通报有误的是你，拉我去医院再次问杨正的是你，说去向许之汇报的还是你。那我写报告让你签字，你为什么不签？你为什么不签？说！告诉你，我为什么不签？我告诉你，杨正死了，我不相信，我就到医院去看去。你怎么过来了？啊，对，许叔跟我说了，说杨正证词有变，情感漫感都能问问情况。杨正还是死了，太错了。最近表现的不错呀，挺积极的。哎，兄弟，咱刑侦是不是缺人啊？你打个报告，让哥给你调过来，到时候咱一块儿干啊。跟你们说实话，我自己本来也想继续查一下，可是他们把我调到了襄阳。李仁俊，咱民主一点，能不能听听其他人的声音？哪怕只有1%的可能，他万一就是了呢？这后果责任你负吗？啊，你能承担得起吗？你给我讲后果。哎，你告诉我131案是个什么案子？是个震惊全市乃至全省全国的大案要案。哎，咱们除了考虑法律效果之外，是不是也要考虑一下社会效果跟政治效果呀？老百姓怎么期待这个最后办案的结果呢？还有，蓝检把这个案子交给咱们3个人，为什么？组织和领导对我们有什么期待？枪案必破，从快从重，明白吗？现代司法最讲究的证据，证据这有啊？怎么这什么证据？谁说没有？没有，这没有必要。整个楼道都全在你们在这吵吵，不像话！这是检察院，又不是菜市场。我过来宣布一下领导的意思啊。由李仁俊同志担任这个案子的主办检察官。我还是那句话啊，你们呐，心里头有点数，啊，大局为重。哎，你们俩要民主是不是？好，我们投票，好吧？
告诉你那个朋友，对这种问题一定要摆正姿态，还是要客观地面对案件。不管是目前正在办的案子，还是以前办过的案子，该汇报的就要汇报，该推翻的就要推翻。司法的公平正义，永远是第一位。记住了，洪亮，比起一个错案带来的长久的社会影响和法律影响，个人犯错的责任其实是微不足道的。你在东平的假期进展的如何？非常充实，收获颇丰。行，挂了吧。谢谢啊。万海，我是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办公室主任郭文博。幸会。这位是呢，我们东平市人民检察院。认识。法庭上是他给我念的起诉书，那家伙那么老厚一摞子，辛苦您了哈。你说能让李大检察长给我当公诉人，你说我这是何德何能，三生有幸哈。二位今天咋到我这儿来了呢？是想看我改造的如何，还是回访啊？你说要不然人家能当上检察长呢，任劳任怨。万海，注意你的态度。是，报告领导，那个我在这里边积极配合改造，接受教育。我减刑的事儿是不是有眉目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我个人认为办得不彻底。他还想咋彻底呀？这判了10年10个月了，再彻底就无期了。在你开庭第一天，张文京就喊：“万海无罪，我们不是黑社会，我们是被冤枉的。”那是不是说东平公检法系统有黑恶势力的保护伞？2年，2年你都没有认罪，可乔振兴被撤下来之后，你就认了，为什么？你是怎么看待谢鸿飞还有乔振兴这2位检察官的？您瞅您问的这2位，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你的团队的人吧？那他们是什么样的人，您应该比我更清楚啊，问得着我吗？乔振兴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不妄加评判。但是我觉得这个人挺蠢的。如果说他是保护伞的话，能把自己保护死了，那也挺绝的。张文京，说句实话，是乔振兴检察官和张文京替我讨了2年的公道。一开始我是相信司法的公平正义的，所以我才扛了2年呢。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他没搭理我。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也就是我的律师，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再没过几天，乔振兴死了，震撼啊！李检察长，不得不服啊。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人家也算是苦口婆心了吧，跟我讲法律、讲公平、讲正义。我想讲的是啥呀？后来搞明白了，交换吗？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这就是你们口口声声说的司法的公平正义。为什么？上次不是说了吗？我要复盘，
复盘？那为什么要查王玉呢？如果调取他4年的通话记录，这可是要被记录在案的呀。你走程序，我批。李健，什么理由呢？案子都判了呀。我要抗诉。我掌握了一部分证据。好，我马上去办。那个子健，你看看这个啊，这些都是你的电话号码呀。这明眼人一看就明白，3年前你就开始跟王玉来往了。这可是万海案发之前呢，怎么办？明天一上班，我就要把这份东西交给李仁俊。说话呀！先你冷静点儿，不至于。我现在很冷静。李仁俊为什么要让我查这份电话记录？他查出来之后，一定能查出王玉，查出王玉就能查出你们天龙集团，查到你们天龙集团就能查到我建鸿飞。你们俩天天都不动脑子跟着吃，你们以为案子办完了就结束了吗？幼稚！你还是做律师的，真他娘的幼稚！老谢，你有收过王玉的钱吗？正好像我收王玉的钱干嘛呢？是你们要扳倒万海的，又不是他。所以啊，到底是谁要告万海？是王玉，如果出了问题，也是找他，查不到你，查不到我的。再说了，老谢，案子查到现在，有谁敢说万海不是黑社会啊？行吧，行吧，我明天上班就把这份通话记录交给组织了。陈总，程律师啊，之前的咱们就不聊了。案子既然判了，我也算是完成你们交代给我的任务。这些呢，都是你们之前给我的。哦，这卡上的钱我1分都没动。老不相信这是干的。等我说完话。这是。咱们还都是朋友，好聚好散啊。以后呢，你们也别再来找我了，求求你们，求求你们。从今儿开始，咱们就装着谁也不认识。老谢，哎，哪有说的理退回来？来，你什么意思啊？程子健，你拿着，你什么意思啊？不，咱这么多年了，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得拿着。你别跟我提功劳苦劳的事，我这有苦劳，我你自己也得为老娘吧。你少欺负老娘！我告诉你，不许你收。老谢，你这种遇事就躲的习惯不好啊，你得改呀。这有啥困难咱一块想啊，办法总比困难多，对不对？蹲着干啥呀？吃饭。你真要抗诉吗？这些你看过吗？你觉得有问题吗？李姐，
万海案已经结案了，这可是咱们东平政法系统多少人几年的心血呀！我当然知道。行，那我先去忙了。老谢，你知道我为什么让你去办这事儿？我希望你还是那个我信任的人。你跟老谢什么时候认识的？认识多长时间了？得有挺多年的了。你要说我们俩怎么认识的，时间太久，记不清了。没想到你跟孙局这么熟哈，万海案你们配合的挺默契。我跟孙局配合的挺好，这么多年了，互相都非常信任。他们为了给我罗织罪名、伪造证据、定我的罪，不就是因为我阻拦了他们办万海吗？你指的他们是谁？东平市公安，东平市检察院。那你给了张文京什么好处？钱呢？给了多少钱？几次？哪几次？每次分别给了多少钱？如果你可以对涉案的所有细节重新梳理，自然会找到证据。如果万海的案子不成立，那么我的案子也自然会被推翻。王玉举报万海根儿上是为什么？不就是因为万海侵占了他这个集散中心吗？啊，那侵占当时他怎么不说呢？他不但没跑，他完了还给人家万海跑那儿打工去了。伤害案完了，该抓的该判的，半年了他才拿这个事儿说事儿，也是他在等什么呢？如果说王玉有问题，那就证明万海案整个这个案子能做不实诚，你自己心里有点数。可后来呢，乔振兴给换了，换成了您刚才说的另外一位谢鸿飞检察官。他觉得我这案子拖的时间太长了，跟我说能不能换一位律师。我说我律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呢？没成想过了几天，张文京变成了黑社会同伙了。我觉得张文京有问题，于是就让孙局去查了查，果然还真有问题。咱再说回来，谢鸿飞检察官，只要我认罪伏法，他就能帮我立功减刑，互惠互利呀。洪亮，老乔的死，起码在你心里是有疑点的，是不是？说话呀！所以呀，那天你和郑亚萍大晚上去我们家给我做工作，说省里会派车拉老乔去做2次尸检。可结果呢？现在呢？现在这地底下埋的是不是老乔，我都不知道。你干他干什么？你干我！
那天，我带着我们家孩子去永清河给老乔烧纸，我发现山也青了，树也绿了，冰也化了，雪也没了。可谁还记得我们家老乔是在永清河里边捞出来的？万海案都已经尘埃落定了，在整个东平，谁还记得有我们家乔振兴这么个人？你要说没人记得，那他还有影响，就是他们认为我们两个就是贪官的家属，我们就得背着骂名躲躲藏藏一辈子。现在我工作也没了，孩子连学都上不了，我就想着我来省里，我好不容易我才见到了您孙专委啊，你呢？你说需要时间，你说让我等，我等到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啊？洪亮，经党组研究，准备调曹野来接替你的位置。这个小曹你是知道的，业务能力很强，有担当，就是脾气有些急。移交工作的时候，你一定要多些耐心。另外，你得劝劝张怀恩，他也想调职去一部。大家都不喜欢在十一部干，看看你带的好头。忙什么呀？安抚安抚他。曹嘛，我手拿把掐，分分钟安抚到位。什么小曹？小张张怀恩，小曹是要移交工作，小张是要劝他留下来，安抚他留下来。对。回头移交工作的时候，把这个材料交给小曹。哦。多长时间？什么多长时间？上次那个中兴路那个水样，多长时间？哦50场行。回头我帮你问问。这回啥头啊？你这不是分分钟就知道的事吗？上次您跟我说的，说只要出结果，第一时间告诉你。等等，等啥时候？再等等，再等等是啥时候？我哪知道啊！等等，我告诉你了。不是你等来等去，我衣服脱了个屁的！你冲我嚷什么？等等两个字听不懂啊！出去！我最近就发现啊，就是我们单位有一些这个极个别的领导同志，在快这个问题上做的不是那么的到位，有点磨磨唧唧，甚至说耽误工作。胡亮，你说谁磨叽呢？我说极个别领导同志，请不要敏感了。你比方说啊，说这个我在中兴路采的那个水样报告我交了，等这么长时间了，那结果呢？
你再比如说啊，乔振兴同志生前留下那个 U 盘，哎，我也交了，也等这么长时间，那结果呢？你再比方说啊，说烧尸工雷广发跑了，说让我相信东平公安，东平公安也查了一段日子呢，那结果呢？乔振兴同志家属周梅这两天来了，人家来问，结果呢？结果说他让人等等。哎，你跟死者家属，你跟人说等等，有这么说话的吗？有这么当领导干部的吗？你不用敏感了，就说的是你。洪亮同志，刚才一连串的发问很尖锐，也很真实。你刚才提到了水漾是吧？好，水漾在这儿。你是一个即将离职的检察官，我可以给你看。张姐，东平那份呢？在东平市公安局啊。我没对比，我看他干啥呀？你问得很好，是把这份拿到东平去，还是把东平那份拿到这儿来呢？把这份拿过去，让他们自己查自己。把那份拿过来，那就是省院对市院极其的不信任。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对吧？你觉着应该怎么办？我希望你把话说完。也许我们下一步如何处理这个案件，你的话是最有价值的。好，张姐，那接下来我说这些话呢，如果您不打断，我就自动默认您同意了。首先，我的这份离职报告给您添麻烦了，再麻烦您帮我保存几天。第二，孙专委，请你给我提供一份打好包的半年之内的乔振兴同志生前的银行流水和通话记录，明天早上之前必须给到我。我通知你，我要请个假，7天1天不能少，而且不许包含法定节假日。你要去哪儿？不要问我到哪里去，也不要管我，管好你自己。麻烦你亲自给周梅同志打个电话。你不管老乔，将来咱怎么给人定性，咱不能让人家属寒了心。你跟人说等等算怎么回事？你就跟人说老乔的事情，我们没放弃，说出来这话能死啊！张姐，我走了。我呢，现在就要让他们看看，11部不是吃干饭的。11部的检察官，哪怕说要离职了，我们也能遇佛杀佛，遇鬼杀鬼。我们要证明，首先我们不光是检察官，我们还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把快刀啊！走走走走走走走。好。咋了？
真的活不下去了，因为我是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保护伞。我承认，我收过万海的钱，答应帮他们洗脱罪名。我对不起党，我对不起国家对我的培养。我走到今天，都是我自己的问题，都是我犯下的错。我咎由自取，我死有余辜。我哥，如果这水跟我哥肺里的是一样的，是不是说明他们证据作假？是不是？是这意思。如果说今天晚上我们送去的这个水样，和之前他们给老乔测的水库的这个样完全一致，组长啊，我就整不明白了。说老乔这个第一案发现场到底是哪儿？这不光是案发现场的事儿，这说明上次送的水样有人从中作假。这话领导可是你说的。洪亮，我认为有必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次尸检。说话呀！可是有一个小问题啊，组长，就是老乔现在在殡仪馆里，他的告别会就在明天上午，我约摸着也就是10点，差不多就结束，然后就送炉子里边。那个时候我们就没办法进行2次尸检。还有2个火化的 A56、A62，哦，对吧？哇！你推那车推不明白，你知道？推那个就别毛毛躁躁的了。慢点，慢点。
林节哀，实在是对不起。这件事情我们已经报警了，警察一会儿就到。那2名工作人员已经被控制住了，您放心，我们殡仪馆一定会给家属一个满意的交代。这是老乔吗？你别动。周梅，我送你跟孩子回去吧。不必了，李姐。不让我们开追悼会，也就算了。现在连见老乔最后一面的机会都不给啊！走吧，老乔，咱们回家。我错了，我真的错了吗？如果我今天早上要是没答应，我是不是也能见老乔一面？跟谁？星子，我一兄弟。找你什么事儿？给你送的什么？是不是钱？他给打牌欠我钱，他说这凑齐了，这给我来还上。先给你2万，帮我捎个人。赶紧回去上班，时间来不及了。放心，保准烧成灰。一大清早特意来给你送钱，我们这帮人就是口碑很重要。你有钱之后，你第一时间给人拿过去，你要么你这东西也没有挑日子还呢，是吧？对不起。喂，李姐。到了吗？啊，我们到了。到是到了。人家闭门不见，打电话也不接呀。等，就在那儿等着。好。没打招呼就来了，有事儿啊？啊，老乔啊，其实这个事儿搞得我也是非常的被动，我这电话都攥在手里了，可是后来想了想，还是过来一下，当面给你瞧瞧。分局那边啊，把相关人员啊全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
是这个火化工雷广发操作失误。这个尸体啊，误烧。老徐，你别跟我说这个，你上面每个字我都认识，我就想问问你，你信吗？哎，你说这火葬场每年误烧几个人，他怎么就能轮到乔振兴呢？这个分局的人啊，确实是把相关人员都问了一遍，得出来的结论呢，确实是误烧。那你让我怎么交代？我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呢？人家说要24时检，你尸体就误烧了。洪亮从火葬场出来，人家指导小组就从楼上搬走了。我在这去请人，连见都不见。你让我拿这个去跟人说，我怎么交代？怎么跟指导小组交代？他们什么意思？这可是对东平检查的不信任。老许，你就给我交个底儿，这东西，你信吗？我，这得多不信任你们，人家才搬走的。弄出事儿来了，让我来刷脸来了。我这脸皮也是够厚的，怎么把关系处成这样？尸体误烧这事一出，就算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了。还想说清？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你不想想，人家省院为什么要进行2次尸检？这倒好，要拉尸体了，哎，又来了个误烧，你说。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你看吧，你解释解释，李健。我也是刚拿到这个结果，我就马上让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看看，现在还没给答复。谢主任，你们当时跟我说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公安递过来的证据确实充分，没有任何问题。咱们办了2年多的案子，怎么指导小组一来处处都有毛病？咱们案子就是这么办的。李健，您先别生气。这省院的仪器还有专业人员的素质，确实比咱们市里要高出不少啊！你这个时候想起专业人员素质来了？哎，当初你们审查卷宗的时候是怎么做的？签个字看一遍，这事儿就算完了？咱们签个字是要负责任的，谢主任。李建念说的对。其实呢，张文京几个无关紧要的签名有出入，他证明不了什么。最关键的是集散中心的转让合同。省院技术中心已经下来鉴定，不是伪造，是真的，还有口供可以证明，他教唆证人做伪证，替万海开脱罪行，还有王玉等人指证他，这些足以证明张文京他就是万海的左膀右臂呀。真真假假掺和在一起，真的也会被质疑是假的。您是担心他们会拿这件事情做文章？那这样吧，把证据有瑕疵的张文京案剔出来，单独审查。可是万海案，证据链闭合，没有问题，依然可以起诉。那张文京案怎么解释？怎么向上级交代？怎么向社会交代？伪造文书，很有可能是万海团伙为了混淆办案人员视线，企图将罪行推脱到张文京一个人身上的一种手段。张文京态度反复，也很可能是内部利益分配不均造成的。老谢，咱们办案子不能只靠可能2个字儿。易姐，我这次一定把工作做在前头，绝不辜负我们东平政法系统2年多来的努力。您放心。
上次跟你说的很清楚，是指导组自己查出来的，跟我没有关系。怎么了？我的当事人情绪有点激动，没事啊，没事。别把事情搞大，你冷静点，听我解释行吗？你想干啥？首先第一点啊，王玉现在的所作所为不受我们的控制。第二点，你儿子大白天跑到人家办公室抢公章，还威胁人家。你跑到这儿就跟我说这个呀？你赶紧去救他！你弟弟万火也来找我，让我去对王玉说说好话。你说我该不该去啊？赶紧去。咱们俩相处也挺久的了，我自认为是了解你的，你应该了解我吧？我明白了，我是黑社会，永远是。我现在就去。那要是指导小组过来，我他妈永远是黑社会。哎，哎呀，说子健，你还真给这万家人当律师？怎么当成保姆了呢？那屁大点事儿也得麻烦你啊！啊！王总，出气，出完气就把人给放了，别惹事儿。你说他就一个孩子，有人吗？来了。哎，大娘您好。你们是谁呀？啊，我们是谢主任的同事。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哦，我们是那个。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你从哪儿来的？我当然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到这儿来呢？你别喊，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少来我家。老谢，我告诉你，红亮，有什么事咱俩明天办公室说。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哎，别激动啊，没啥事啊，还挺好。疼也没事。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稍等时，哎，好好说。没事，老太太，没事。谢主任，小赵，我来，你别扒拉我，来，小赵，我跟你说好。哎，您说，不是说吗？啊，今天你们审了我1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1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啊？你管得着吗？洪亮，小张，我明确的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都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盯梢是吧？肯定的呀。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盯得梢？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盯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浪？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不吉利呀！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
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我不跟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哎，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行，你别搞，我走。走。是，哎呀，好心好意，真是的。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你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前2天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去给老谢正过来吧。我正啥呀？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干什么，小张？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你干什么？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整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我哪会啊？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红亮，我告诉你，我只要有3长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你听我说，红亮，你怎么红亮？红亮，你别进去啊！红亮，红亮，鸡窝他妈有什么看的呀？哎呀！金润，你怎么找人呢？红亮，你怎么疯了你？金润，我天！红亮，你出去！你出去！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谢鸿飞，我们代表省院第11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处查，请配合。赖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连续2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京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京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2个案子合在一起呢？那也要实事求是。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儿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没事。谢谢。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京，无限的。张文京没事了。那我减刑的事呢？啊？不
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人家信不信你不用管，你只管说就行。张姐，我是郑亚萍。领导好，我是洪亮。啊，你说。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乔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继续。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张姐，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是回家吧？啊，不是给你的，给你家老头老太太的。哦，能响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我就猜着你怎么也得回来看看爸妈嘛。哎，你说，你这刚来的时候，你作为指导小组的副组长，还能上我们家吃饭，这要走了给你打电话就死活都不接，害得我只能在这儿堵你。我知道你们家在哪儿，我不去，知道为什么吗？怕你尴尬，主打一个懂事儿，看着没？来呢，其实就是想跟你聊聊，指导小组要走，知道你心里难受。哎，你不知道吧？这段时间你们在这儿，让我明白好多，让我变得更通透了。特别是你啊，看每次见面都急头白脸，但是你让我更清楚我自己的目标还有理想。我不管你怎么想啊，反正我更坚定，所以我得谢谢你，由衷的想谢谢你。前两天打了个电话，跟我老婆，这又说起来，咱们上学时候这个学生会主席竞选的事儿。啊，说乔振兴那一票投给谁了？李仁俊。李仁俊那票投给谁了？也投给李仁俊。这事儿当个笑话说了20年。20年了。哎，你不好奇说当时我那票投给谁了吗？我跟你说说。我不好奇，你那票投给谁对我来说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当上了学生会主席，
学生会的工作更有起色了，就跟现在一样。你怎么看我，对我来说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很快，代理2个字就拿掉了，我就正式成为东平市检察院的检察长，更好地维护公平正义，更好地维护法治统一。这句话，不只是检察官的誓词，更是我的理想。不顺利。跟你说这些也真没用。一路平安。根据您的指示，指导组已经撤回来了。我不是抱怨啊，就是有点担心，同志们辛苦了工作那么久，就怕他们有情绪。另外，也担心我们会失去先手。这个案子刚查出一点线索就被掐断了，你想深入查，就有人来说情。你说为什么？够强硬，关系网够密实。我们撤回来，对方固然可以稳住阵脚、扎军篱笆，但是我们也可以麻痹敌人，让他们充分表演表演，看看他们的路数。我喜欢打羽毛球，现在最流行的战术就是打四方球，就是把球打到对方场地的4个角，充分地调动对手前后左右的奔忙，在他疲于奔命的时候，找准机会，一拍打死他。这个战术好。中这么要求，办案子既要拔钉子，又要打散破网。只有把讲关系、讲人情这个烂根切除，才能够搞好法治建设。回去啊，跟同志们好好说说，眼光要长远一些，目标要放大一些。下次打就连锅端。明白。今日，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在东平市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此前，该案嫌疑人万氏集团法律顾问张文基当庭喊冤。经过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周密细致的核查工作，最终认定张文基不构成犯罪。东平市人民检察院决定撤回起诉，张文基被无罪释放。这一重大反转，体现了我市政法机关严格、认真、负责的司法态度，也体现了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对法律负责、对人民负责。被告人万海犯组织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判处有期徒刑7年；犯强迫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7个月；犯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犯敲诈勒索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2个月。数罪并罚，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10年10个月。李姐您好，今天万海案公开宣判了，这是东平市扫黑除恶取得的重大成果。您能跟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分享一下您的工作思路和感想吗？万海案是一件社会影响大、群众关注高、舆论广泛聚焦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
在这起案件的办理过程中，我们检察院主动向上级机关请示，主动加强与公安机关和法院等相关部门的协作配合，建立了顺畅的沟通机制，有力高效地推动了案件的办理。那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在打击违法犯罪中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我想请问，您觉得检察机关该如何扮演好这一角色呢？检察机关作为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检察院的主要职责就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保证法律统一正确的实施，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我们会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的高压态势，我们会不断地提高自身的业务能力，更好地巩固专项斗争成果，提升东平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